哎呀，上午办了场相亲会啊，那给我火呲呲的，牙花子疼。参加相亲会的都是一些22到35岁这个年龄段的，一眼望去，哎呀，那女孩子长一个个漂亮，男孩子也很帅啊。咱就不看条件，你目测看去啊，那就感觉很多人都很登对儿。相亲开始啊，大家各报家门，好家伙，80%以上的女孩子都是28岁以上，学历本科、事业单位或者国企、央企的。而80%的男孩子都是25到28岁左右的，学历大专、私企居多，房子也基本都是有贷款的。这就导致这80%的姑娘，她压根看不上这80%的男人，理由就是对方工作差、房子有贷款、学历低等等。反正啊，你就干着急，你就瞅着那80%的女人啊，都在盯着那20%学历好、有车有房、工作有能力的男人，而人家这20%的优质男人啊，又瞧不上这80%的普通女人，嫌他们年龄大、没眼缘。这就导致这些姑娘来了相亲会一圈啊，一看，哎呀，全是普通男人，瞧不上啊。那为数不多的优质男人又瞧不上她呀，溜达溜达就回去了。回去跟那闺蜜说，哎呀，那全场那么多男人，没一个合适我的。然后逛了一圈的男人呢，也回去跟兄弟们说了，现在这女人一个个啊，又挑又拣的，我又没被看上啊。咱就说现在为什么光棍越来越多，为什么很多人都在找对象，可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先告诉你们一个结果啊，就是不论你怎么挑，这个市场上面99%的普通人都会嫁或者是娶99%的普通人。也就是说，不论你多么想嫁给高富帅，或者你多么想娶那白富美，最后都会是做梦一场，你都会迫于现实，娶的和嫁的一定都是普通人的。我很明确的告诉你们啊，没有人会符合你所有的择偶要求。当然，如果有符合的，一定要看你自己配不配。2023年7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3》，这其中啊，单身女性人口数量占比在1.06亿，男性单身人口数量占比在1.59亿。这男人比女人多那么多呀，有些人就想着，哎呀，自己很好嫁嘛。可这些单身女性当中，近半数是年龄在30岁以上的大龄剩女，主要集中在1、2线发达城市。而单身男性当中，大半数都是在偏远农村的，没车没房，经济条件很差。你让大龄剩女去嫁他们，那是宁死不屈啊！在婚恋市场能剩下的是有原因的，男人在这个市场上面剩下来，大部分都是因为经济原因，其次呢有明显的短板、长相、身材等等，这些都是无解的。他们一般都会在1线城市啊，趁着年轻啊出去打工赚钱，赚到钱回到老家买房结婚啊。那城里的姑娘压根儿就看不上的，农村的姑娘还一门心思啊，我想要嫁给城里去。这就导致农村的光棍是越来越多，而女人剩下大多数都是因为观念和性格问题，就是太挑了呀。女人想留在大城市，成本其实很低，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嫁人。而男人想留在大城市，就要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你要买车买房的，不然会被这些女人瞧不起。最后导致男人没办法，都各自回老家了。而一些女人呢，还是异想天开的留在大城市里面，幻想着嫁给那些有车有房、条件又很好的优质男人们。这些女人如果在35岁之前啊，那自己想通了，稍微降低择偶要求啊，还是能嫁得出去的。如果想不通啊，还是不愿意，35岁以后就会步入二婚男的市场。即便如此，他们也要找条件很好的二婚男。所以啊，你想让剩女嫁给剩男，那死了都不同意的。外加资本对女人的捧杀、毒鸡汤的灌输，霸道总裁都爱上离异带娃了，导致一些女人们对现实往往存在极大的误判，就像他们认为啊，有房的男人很普遍，以为男人月薪过万都很正常一样。他们认为女人只要想嫁得好就可以很好嫁，有车有房有颜的都是标配。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躺平，我找不到我自己过嘛。结婚率迟迟上不去，那是有本质原因的。我不说剩女啊，100%都是因为一些不切实际的物质而剩下，但至少90%以上都是，越剩下他就越执着，他们就越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配不上有钱男人的，那认错回头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最终呢就导致很多剩女在30、40岁依然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中，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去怀念老一辈的爱情啊？因为它纯粹啊，那个时候牵了手就是一辈子，现在你上了床都不一定有结果啊，越想越可悲，对吧？伙计们，散会。有些女孩子啊，你找对象你得聪明一点，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一位男士跟我联系啊，下个月10月3号的婚礼不结了。哎呀，那过程一波三折，听得让人着急啊。两人是去年的夏天在 KTV 认识的啊。男方34岁，本科做贸易的，赶上风口，一年能赚个200-300万。女方27岁，长相在8分以上啊，主打一个漂亮，大专，药师，年薪在6、7万。两人认识不到1个月就确认恋爱关系啊。男方父母做生意的，一年也是几百万。女方父母呢，在镇上开小吃店的啊，家里还有个弟弟，还在上高中。
起初啊，这男方的父母是坚决反对啊，那觉得是门不当户不对啊，但耐不住儿子就是喜欢呀，男方父母反对半年之后直接无效，就同意了。今年7月份两人订婚了，女方要求彩礼66万，男方啊觉得不是出不起，而是觉得比市场价值高太多了，不愿意。这女方就劝呀，你看你啊，这年薪都几百万了，你跟我结婚才给我66万，我都没有多要。好了，一通洗脑，这个男方啊大手一挥，66万彩礼到账，外加一辆宝马车，女友很是开心啊，定在了10月3号结婚。上个月啊，这女友辞职了，提了一个要求啊，她觉得自己辞职了吧，没有安全感，希望能够去男方公司上班啊，别太累，一个月能给她5万的工资。人男方一听啊，当场就拒绝啊。一啊是怕两人关系在公司里面不方便，二是怕两人再有个矛盾，他影响工作。虽然拒绝了，但是也跟女方说了啊，只需要他在家里带孩子，每个月就可以给他3万的生活费。他听完的是坚决反对啊，觉得按现在男方的资产，一年几百万的收入，他至少每年要分的100万吧，这每个月才给3万，那是不是不划算啊？男士听这话，他肯定生气啊，说这钱啊可以给家用，但是不可能每年拿出这么多钱来给你的。女方一看这男方的态度比较坚决，就提出了另一个方案，要管钱。男方一听给气炸了呀，你是学过会计还是懂得理财啊？我这钱开公司都是要周转的，不可能给你管的。这姑娘听完啊，就在那闹情绪啊，说结婚后啊，这女人管钱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钱在男人手里，那是容易出轨的，她没有安全感。气的男士啊，当时就说了他不可理喻。这姑娘就有些威胁的意思啊，说如果男方不同意，那结婚啊就没什么意义了。没成想人男方啊直接就不吃这一套啊，答应了，直接分手。两人冷战了1个周啊，女方跟他父母是轮番打电话过来求和，意思是女方不懂事啊，也是因为太爱你了，所以才这么要求的。这男士可不管，不接受。最后直接要求退婚啊，婚礼损失他自己承担。女方呢要求退还这个彩礼以及宝马车啊。女方听了就很生气啊，觉得男方果然是人面兽心，说自己是陪了他1年的，说什么也不退。男士呢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他心里就不舒服呀，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冲动退婚的。做婚恋这么久了，我就特别想劝一劝一些女孩子啊，这做人呢，最重要的是你得识时务。当双方实力差距过于悬殊的时候，弱的一方啊，千万不要通过索取来要求对方，不然呢，你既没有驾驭这笔钱的脑子，也没有把这笔钱弄到手的能力。你自己想一想啊，和他要100万更容易，还是他换一个识时务的老婆更容易呢？做个聪明人，活得轻松一点，乖乖的当好一个富太太，又不用你洗衣做饭，还有保姆照顾，带个孩子就能拿到36万的年薪啊！要我做梦都得睡醒了呀！估计评论区的兄弟们都会说，大哥别把性别卡太死了，还没结婚就着急要钱要权利，这结了婚你再不甘心还想要更多的钱，那不完犊子了？少看点微博豆瓣小红书吧，一副好牌非得打得稀烂。人没钱的时候是需要手段，有钱的时候更需要智慧。另一半呢越是有钱，你就应该越要去提升自己的智慧，与之相匹配，否则德不配位，不利于长期发展的。人呢可以蠢也可以贪，但是你不能既蠢又贪。来啊，唠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这个话题可能会跟你们有很多共鸣啊。相亲的门当户对到底是什么？你觉得对方家庭条件重要吗？就有个男生跟我咨询说呀，和女朋友谈了3年恋爱，压力是越来越大，精神呢直接是临近崩溃。男方是985本科，国企上班，年薪在20万左右，父母都是体制公务员。女友呢是小2岁，普通的2本私企行政，父母老家都是农村的，都在北京务工。有一个弟弟，兄妹2人呢都是留守儿童，跟着老人长大的，2人是朋友介绍，互相都很喜欢，也因为爱情走到一起。这个姑娘呢，因为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有一些自卑啊，对待感情也总是小心翼翼，很敏感，看待问题啊，负面情绪啊总是很多。2人在一起嘛，他从来都没有看不起女友家的家庭条件，在他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也都是一直鼓励陪伴，让他乐观起来。可是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呢，他的敏感自卑不仅仅让他自己心态不好，而且还经常影响着男士搞得心态都跟着很爆炸，甚至影响休息和工作。经常处理他的小情绪，就让这个男士觉得很心累啊。谈了3年男士说自己根本就不敢想象以后结婚，他要承担很大的经济压力之外，还要去接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于是就跟女友提了分手。一开始他确实是坚信自己只要心态好就能够影响他，带着他一起变好，
但事实却是呀，在一起之后发现女友非但没有变好，还影响着男士的状态是越来越糟糕。女友一遍遍的问啊，分手是不是嫌自己家庭条件差，看不起自己？男友也是强调很多遍，不是嫌弃他的家庭条件不好，他觉得钱不够可以努力赚钱，那两人谈恋爱啊，互相鼓励互相陪伴，感情和谐就好。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一边努力赚钱，一边还要去分出那么多的精力去照顾他的各种情绪问题。分了之后他突然明白啊，为什么父母总是说门当户对，对的其实就是家庭关系和对方的成长环境，对方家庭幸福啊，大概率也会少很多的烦心事。做了很多年的婚恋啊，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情侣啊，他们有一个误区啊，认为没有走到最后是因为对方看不起我，嫌弃我的家庭条件差。其实大多数感情破裂并不是因为家庭条件的，而是这个人在原生家庭的影响之下，你在对于过去20多年经历着怎样的人生，面对什么样的人，养成什么样的性格，这些是可以决定你看待未来的方式，以及面对人生的方式和怎样去跟人相处的。这些东西对于要和你步入婚姻的另一半来说的话，可能比金钱还要重要的。很多男人啊来找对象，他们的择偶标准啊，其实对女方的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没有太多的要求。那直白点说呀，他们往往在乎的不是女方家的条件，因为他觉得条件差人好就可以，他可以说服父母女方家庭啊不是那么重要，未来才是重要的。他通常可以面对世界上的很多压力，觉得多扛一点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一个男人他不是无法接受这女方家里条件差，而是不能接受女方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而养成的后天的很多的性格缺陷，内心深处的自卑、消极逃避恐慌自我等等的负面情绪。这种心态确实可以搞垮一个人的。即便一个曾经很爱你的人，当他心太累了是走不下去的。生活贫穷家庭条件差，它本身不是决定一个男人愿不愿意跟你结婚，而是家庭和贫困所带来的对心理上的负面塑造导致的性格差异，让人难以和你去相处，这才是很多男人放弃的根本原因。如果你从小家庭条件确实不好，那后天性格已经养成了，但是希望你一定要自信对自己的那种自信。尤其是你在谈感情的时候，你要有责任是为了自己，为了另一半去改变那些原生家庭所带来的烙印，意识到它的存在，然后尽可能的不让那些情绪去左右你的选择。感情出现危机的时候，先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被一些不好的东西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到了。过去已经过去了，如果你不去解决那些东西一定会影响自己的未来。哎呀，麻烦现在的闺蜜你都对得起闺蜜这个称号吧？你们不是劝离婚就是劝分手，你真的是人家好朋友吗？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闺蜜闪婚她劝人家冷静，结果呢人家把她给拉黑了。她今年35岁未婚，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38岁了也未婚，是一名会计。这五一出去旅游认识了一位30岁的男士，就小了8岁嘛，工程师两人认识了3天确认关系，谈了1个周就开始同居嘛。这个月呢，人闺蜜就跟她说两人领证了，听得她是一愣一愣觉得不可思议。她就劝着闺蜜一定要冷静的想清楚，这闪婚的结果呀，它就是闪离。人闺蜜说自己已经领证了不可能离婚的，说这个闪婚呢，她也不一定会不幸福呀。她就脑子缺根弦，给人举例子，谁闪婚不久就离婚了。听得这闺蜜也挺上火的，回去就给她拉黑了，说两人以后不再是朋友，不再联系，把这姑娘给气的好心没好报不听劝早晚黄。听完我去有句话叫防火防盗防闺蜜这话没毛病。那结了婚的老爷们有关注我的，你们想想自己周边有没有这类闺蜜的经验我就不多讲了。这种闺蜜真的是有毒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处处看你热闹。人家都38岁了，这个年纪能遇到个头婚还小了8岁的，你管人是不是真爱？反正人家就是比你命好。人都领证了，你还去说人家坏话，给人拆台，你咋就那么膈应人呢？咋的？就得找个差不多年龄的离婚拖家带口的，你就觉得舒服了呗？还是拖到40岁没嫁出去，你作为闺蜜你就开心了是吧？她跟我解释说闪婚太快了，没了解一个人就结婚这婚姻肯定不靠谱。可拉倒吧婚姻靠不靠谱它不是时间问题，那是人的问题。有多少3天也领证的，过的人家也很幸福呀？有多少3年领证的，照样有很多过得一地鸡毛的。有些闺蜜你们要听清楚这人教人呢教不会，事教人呢一遍就会。他过得幸不幸福，自然有这件事情来给他结果教他，你就少管了。人家就算撞了南墙不回头，也跟你没有关系。他说我不放心，毕竟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希望这个闺蜜跳火坑。我听着就觉得忒假了吧？你啥心思你自己琢磨。好的闺蜜也没你这样的，你替人家想想，以她这个条件在相亲市场上都没有多少头婚能够要的了。
拜托呀，38岁了，说点现实的，同龄离婚的男人，但凡条件好一点的，都想找个30岁的。你闺蜜是不会变老，还是家大业大能躺平3代的？就这年纪能遇到个小8岁的小伙子，哎，个子高，长得还帅啊，不嫌弃他年龄大，还愿意跟他领证的，你问问多少男人敢这么做的？人小伙子相亲市场是缺人吗？那张爱玲说过那啥啊？我忘了，反正人这种爱情，显得你搁这中间当好人了啊。人俩人都领证了啊，搁这喜事跟你说呢，你怎么就那么丧嘛人啊？闪婚还得离的。这姑娘听了就开始说啊，这男人这不好那不好啊，又是长得丑，又是家里条件差的啊。哎呀，听得我都很烦。就算他过得不好，那狗血剧情啊，那被出轨了，被嫌弃了等等，那是他自己的决定。你担心呢，我理解是出于情分，但是你别逾越你们的关系。他是38岁，不是18岁，也不是88岁了，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他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不是没有权衡利弊过的。你怎么就敢说人家遇到这个就不会幸福啊？婚姻啊是2个人之间的事情，过得好的话，别人可能会知道为什么，但过得不好，旁观者也未必清楚的。所以啊，奉劝那些老婆嘴啊，安分守己一点，多管管自己，别到时候手伸的那么长。更何况你闺蜜是满心欢喜的跟你分享结婚喜悦的，希望得到祝福的，这个时候聪明点，送上自己的祝福，她需要的是你的鼓励和陪伴，不是你掺和一脚啊，弄得你自己也里外不是人的。哎呀，我就烦这种人，烦死了。老阿姨，我从事这么多年的婚恋行业啊，今天一次性给你们唠明白啊，相亲圈里是有些默认的规定的，不会相亲的好好看啊，以后呢我不会再讲了。哎，长话短说，咱们来好好听。相亲1个月还搞不定对方的呀，这1年啊你也搞不定了啊，该下一个就抓紧下一个，不排除真的慢热，但是最多不要超过2个月。俩人刚开始加微信啊，这个聊天不宜过长，2到3天最多，抓紧见面。见面之后呢，对方对你如果爱答不理，哎，聊天呢也不热情，基本呢那就凉凉了，人家就是不喜欢你，不用猜啊。没见面之前的聊天啊，聊得越好越没有用，你喊宝贝都没有用，早点约出来见面啊，看对方是否会因为你的长相和感觉啊把你给 pass 掉了。相亲啊，不要傻呵呵的去问人家，哎呀你喜不喜欢我，你对我感觉怎么样啊？对方喜不喜欢你，多问问自己，你和他约会了几次，他给你回复信息的速度，见面呢是否让你牵手，身体啊比语言更加诚实的。相亲啊尽量少说话，多听听，哎，对方说什么你认可尊重就可以了，千万别反驳啊。男人呢一定要避免夸夸其谈，一味的去夸赞自己，对吧？要尽量的含蓄低调。女人呢尽量去避免一上来就问男人，哎，你家有车有房没有？这些物质条件。男人要礼貌举止得体，女人要懂得给男人面子。相亲见面呀，这个洒脱自然一点，不要去想那些结果，越紧张越客气，这事就越慌。结果无所谓，不成啊，咱就下一位嘛。相亲对象如果长相、经济条件都比较好，但是超过30多岁了还是未婚的，一般呢都是比较挑剔，是有原因的啊。高不成低不就，实际条件和他们在一个水平的对象啊，往往入不了他们的眼。男人呢，你如果条件在中等偏上，给你个建议啊，最好是选择长相过得去，但是头脑要清楚，言谈得体，有礼貌，情商较高的女人，不要只看脸了。女人呢说的没感觉啊，不是你为人不好，哎，而是你外表长相、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文化程度和社交能力啊，各项指标都不咋地。女人呢也是看脸的啊，而且比你想象当中呢还要重要，基本都是属于看颜值的，尽量让自己的颜值啊最大化，提升自己的衣品。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它真的可以决定90%的成功率。男人身上一定要香一香，可以增加很多的好感，男人魅力值。我给你们推荐一款淡香水型的赫恩冷水沐浴露啊，薄荷加冰块，还掺杂着蓝风铃的花香，那女人心中的这个理想初恋白月光啊，就这味道。相亲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坐在女生对面，身上还有着薄荷和蓝风铃的清香香味啊，随着体温散发呀，哎呀，那种若隐若现的味道，直接就可以把女生给拿捏的死死的。特别是在点餐的时候啊，拿着菜单呀给她看，或者是拉近一点距离啊，看吃哪一个的时候，这清香能够让对方的荷尔蒙直接冲头啊，好感度不唰的一下就起来了吗？姑娘整天要求的阳光少年啊，这不就出来了吗？好感度直接拉满，气味好闻呢，桃花运才会更旺啊。男生后背不是很容易长螨虫痘这些吗？这款沐浴露啊，它的清洁效果是有权威认证的，一瓶直接满足男生对清洁、除味和除香的3大需求。用上这个不仅能加快荷尔蒙的散发，在相亲市场上还更受欢迎，还能让你的皮肤呀更加顺滑。他家呢还有无褶和极地2款，
5者呢是花果香，会让人很容易的联想到活力、爱笑、性格很好的男性啊。吉地这一款呢是淡淡的古龙香，一闻呢你就知道是成熟男人的魅力。如果相亲啊，我是建议你啊，冷水香和古龙香一起入手，不同场合你都能用得上，也可以啊替换使用。每一次见面啊都有不同的小惊喜，优惠券啊给你放在评论区了，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下手，然后约会或者相亲的时候啊洗一洗啊再出去。男女最佳的结婚年龄啊，基本都是在25到30岁，城市越偏远啊，结婚年龄都会越早。无论男女，如果你经济实力和长相一般，年纪大了都会很难找对象的，所以相亲趁早不趁晚啊！不要对自己的车房收入啊遮遮掩掩，相亲市场上不要去考验对方，有车有房就明说，年收入可以保守一点，但是不要相差太大，明码标价是相亲市场上的操守。不要让对方知道你是长期频繁去相亲，甚至相亲过很多次，这就意味着你的价值是比较低的。相亲市场呢拼的是心态，本质上呢是在比谁的短板少。相亲市场上的顶层都是一些事业有成的大叔和养眼的年轻姑娘，其他人呢多少都是有着自己的短板。入场之前先给自己打个评分，然后呢心态放平，做好随时被嫌弃的心理准备。最后送大家一句这个市场上面爱而不得是常态，不要总是因为失败而难过，大家都一样的。今天我去给男方家提亲了，哎呦老堵心了刚回来，哎呀那个气人呐！人女方父母当场提出要彩礼16万8，这个5金不是3金6万，改口费1万，还有其他各种上门礼单等等。另外呢要办2场婚礼而且都是男方承担费用。再给女方购买一辆高档轿车，不能低于30万，反正杂七杂八加起来一共将近80万。男方当时就已经呆住了，这完全不能接受你这不是宰人吗？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上班族，那父母也都是普通人攒了一辈子的钱，给自己好不容易买了个房子，和女友呢是谈恋爱6年是1分存款也没攒下，根本就拿不出这80万呢。女方妈妈语气特别强硬，男人娶老婆花钱的都是天经地义我女儿人好看，又年轻又在事业单位，那别人有的他也要有。我当时在现场，哎呀，听完那些要求说实话我都愣住了，真的王八都不敢想那些事儿我就问这个女方妈妈，你自己是做家政的，1个月赚5000，你这干了有快20年了，咱就不算上通货膨胀，你攒了有多少钱那大叔呢是做瓦工的，你就算天天有活干，1天300，这20年你又攒了有多少钱？你让一个刚毕业2年工作刚稳定的人呢，全家勒紧裤腰带给他买了房子，还要掏空家底，甚至举家外债，拿这么多钱娶你女儿吗？你觉得现实吗？人女方妈妈真的大言不惭说，我们要是有儿子那别说80万，就100万我们也得娶。你没钱那是你本事大小的事情。我问他，你觉得有多少人能够拿出这80万呢？你女儿今年28岁了，咱说点现实的，如果一旦分手的话，对她来说是不是重打击咱都说宁拆女做庙，不毁一桩婚呢，你这要求确实有点过分了。他绕开我的问题就一直在这举例子我们那一起干活的人闺女都家里有3套房子呢，光月租1个月都收了1万多。我就反听这些话之前还有个说我们家村里这个寡妇嫁人彩礼都要20万的，你这说话的逻辑是有毛病的。你羡慕那你就去找有钱的，你干嘛找个没钱的非得要跟人要钱呢？他妈倒是挺伶牙俐齿你说什么他都能给你怼回来。男方这边的意思说自己可以想办法拿出30万来结婚。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人女方父亲一直不咋说话，突然从沙发起来，歘一下站起来了，也没打招呼开门就走了。那可能气的就剩他妈妈在这说30万这年头能干什么？人家彩礼多少一张口就要30万的，我们已经让步了。我就问女方，那咱陪嫁的礼单有什么？按照习俗来讲的话，这车应该是女方陪嫁过来吧。刚说完这一句他又打断我，人家有本事的男人还有女人买车吗？现在娶媳妇都困难，男方出车出房的太多了，别人能出你们也要出，反正你们要在现场能被女方家里人能给呛死。那姑娘呢是全程都不怎么说话反正就听她爸妈的。哎呀，商讨到最后女方呢也愿意退一步，女方家这边的婚礼他们自己承担，车子可以买到20万，这样呢只需要男方这承担50万就可以了，其他都不让。听完这男方直接起身你这事搁谁身上谁都生气吧，50万你当50块的。男方直接说这婚我不结了，谁爱娶谁就娶，摔门就走了。哎呀，把我自己扔在那儿，我是很尴尬就这样，两人的爱情没有败给6年的感情，却败给了一场订婚。突然之间我就特别感慨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人都不愿意结婚
这结婚它本来就是一件喜事，你看古人说的天成佳偶是知音啊，共苦同甘不变心，花烛洞房亲接吻，春宵一刻胜千金啊。但现在呢，大家都被生活整得灰头土脸，还想着办法尽可能的努力赚钱养家，起床挤地铁，上班加班，点外卖回家睡觉，日复一日的领工资，还着房贷，然后结婚生娃，好不容易抚养娃长大之后，又循环我们这样的生活，直到死去。带花园和带泳池的大房子啊，你不用排队的医院呀，良好的教育和社会福利啊，这些普通人啊，他几乎是不可能体会到的。因为被生活压榨，所以总是寄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啊，懂你的不易，关心理解。当你发现连这个人都没有的时候，最后只剩下了苟延残喘的活着。很多人问我啊，婚姻里面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不是爱情，而是生活，互相理解，互相包容，那才是好的感情啊，不容易，不要一点点亲手去毁了它。作为一个久经婚恋沙场啊，近10年看惯了男女那点事的老阿姨啊，今天就给那些还处在花骨朵阶段的未婚男士们一点择偶建议：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结婚啊？当然，你要觉得我说的是屁话啊，那你就赶紧绕道走，要不然我得让王八撵你。这结婚和谈恋爱完全是两回事情。有的老爷们来找对象也真是有意思啊！哎呀，我就要漂亮的、身材好的，拜托，咱能不那么俗好不好？你选人结婚呀，那是要过30-50年的。好看呢是最不值钱的东西，相貌只会是一件加速贬值的物资。你要多看看内在品质。结婚呢，你一定要找一个让你相处舒服的，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尊重你人格的女人。如果有先后顺序的，那一定是三观、能力、家庭以及这个教养，最后才是颜值。给大家几个建议啊。这第一，消费观很重要。跟一个女人谈恋爱，你一定要搞清楚她的消费观念以及消费习惯，有没有存到钱呀，以及平时是怎样去处理钱财的。我见过好多个小姑娘啊，那家伙真的手里这信用卡10多张的都有，自带 POS 机刷卡刀卡，你说吓不吓人？第二个呢，一定要看一下对方的原生家庭啊，看看他母亲的这个作风和素养。如果他的母亲给你的观感不太好，那就不要去。看看岳父的这个生活状态，你就能知道自己下半辈子会是什么样子。第三呢，最好是做婚检，再出个无犯罪证明和征信报告，这个很重要。你不仅要自己找老婆，你更是要给父母找儿媳，给孩子找母亲吧。这几项任何一个不合格都不要结婚的。第四呢，就是结婚前给女人花钱这事儿，你要知道什么是双向付出，不要找那种谈恋爱一毛不拔，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伴的女人。真心想跟你在一起的女人，她会懂得付出的。想想就觉得有些哥们儿那是真的不容易那是天的呀，好吃好喝的伺候着，礼物呢嫌破，转账嫌少的，这钱扔在马路边给要饭的，那最起码还能回一句好话，一句谢谢呢。第五如果你家庭条件不错，那就不要找家境条件差的，也不要跟家境条件差的谈恋爱。不要抱着我喜欢他就可以，我不在乎家庭条件，千万别有这种想法门当户对这事儿没毛病。你呢也不是救世主，管好你自己就行了。这第六，如果不是那种爱到非你不娶了，一定要看对方的身体健康。你想想，这结婚30-50年，这遗传病、精神病、传染病、性病等等方面，别跟我说什么现在科技进步了等等，一旦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基本就是个无底洞。如果后代再有问题的，那你的婚姻家庭幸福基本都无从谈起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健康甚至比人品都要重要，毕竟这人品都是抽象的，而且大多数的人的这个人品也都那么回事好也就那样，不好也就那样了。第七呢，就是追女孩的时候，如果她说我慢热，马上就走；我脾气不好，也马上就走；说我父母养我不容易彩礼就是要你的态度等等，马上就走；说我不图你钱，只图你好的女人这类女人得费眼力劲儿你没个高情商和忍耐力的，也马上就走。好这东西是最费精力的，谁都不能保证一个人会一直对另外一个人好。另外，你界定不了他所谓对他好的点。情绪价值这玩意儿太抽象了，90%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更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所以他其实想要的并不单单只是对他好，他可能会要的非常非常多，多到你根本就给不起，可能他也配不上。不要被恋爱甜蜜期的这种上头给迷惑了，那些都是假象，并不是生活的常态的。如果真的要在一起适当的宠爱可以，但是宠爱不等于惯着。任何试图蹬鼻子上脸的女人，让她 go out。最后想说男人多奋斗一下事业，多攒钱，女人呢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一定要多看看人品。性子过于暴躁的不要找操不起的心的，行事不计后果的也不要找，败不起人家。
有严重不良嗜好的不要找，比如赌和毒。有男闺蜜的要谨慎找戴帽领证那不可取的。有明显信仰冲突的不要找，再怎么努力顶多就是个万年老二。重度女权、动保还有饭圈的这个人士谨慎选择，能活也带崩你的。婚姻与你想象当中的不同更多的是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还有束缚以及责任，两人都浪，日子难长。爱情不是婚姻的基础，可以在一起共同生活才是。愿每一个真诚对待婚姻的人最后都能够被婚姻真诚以待。加油吧，宝子们！哎呀，今天没让一姐们给我整破胆36岁离异不带娃，大专学历做服装销售的，来找我找对象。哎呀，列了整整6条择偶要求，跟我说呀，哎呀，这是最低标准了，可以全国征婚，地区不限。王八听了都得摇头你还是县地区吧，搁一个地儿霍霍也就无所谓了，你别搁全国都知道这6条择偶要求如下第一条，男方是40岁以内公司高管，年收入不能低于40万。第二条，长相帅气，有眼缘，会打扮，身材好。第三条呢，固定资产不能低于1000万，存款不能低于7位数。我的娘第四条房子面积不能低于140平，如果在北上广1线城市，可酌情放宽到120平。车子是 BBA， 售价不能低于50万。这第5条，学历985、211重点硕士以上学历，理由人家学历低，那就得找个学历高的。这第6条，父母家庭要有一定的实力，做生意做买卖，家庭年收入得7位数以上。哎呀，这大妹子一气呵成，思维逻辑是异常清晰一看毒鸡汤就没少喝呀。听完咱不得不佩服。我问他，我说你不觉得你这择偶要求有些不切实际吗？他反问我，哪里不实际了？现在光棍多了去了，我怎么就不能找个好的呢？这个我什么条件不重要我是女的，能给他生孩子，把家里给他照顾好。再说我长得漂亮。哎呀，这位姐姐，我是不忍心刺激你我觉得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你动不动就得刺激我就不地道了。你穷买不起镜子没关系，我批发给你，我白送。这姑娘不愿意我说她说自己已经错过了一段，那如果这段再找不好那自己干嘛要结婚嘞？哎呀，我一看这架势，那又没人求着你结婚，你这还委屈起来了。他说呀，这要求是最低了，我不想妥协，要不宁可不嫁。听得我是真的那个无语你用妥协这个词，我就觉得很好笑什么是妥协？北大清华录取分数线700分，你考了705，那在清华选不着好专业，只能去冷门专业。这个时候你为了清华这个牌子，你选择妥协，或者退而求其次，你选择其他985的热门专业。可你明明就只考了400分，然后问我要不要妥协，你觉得你有可选择的余地和讨价还价的资本吗？这姑娘说听不懂，不重要跟我说呀，自己也不差，有车有房有存款6位数，吃喝不愁的，干嘛要嫁给条件不好的？那不是好白菜让猪拱了吗？好嘛，姐姐呀，真的，我实在是不忍心怼你了你啥时候见过好白菜有剩下的？那些贱卖的都是卖不出去的，晚上没法了，打折处理了，切吧给喂猪了。你自己明明就是觉得亏了屈尊了下架了，让别人给捡到宝了。这里面最大的问题这个本质就是在于你太高估你自己了。这话一出，给这姑娘气的说自己条件很不错呀，他们都夸她好看且年轻，而且身材火辣，这个皮肤保养的很好。听的我是觉得这姐们脑子是有点拎不清了。你觉得一车再好，法拉利开个10年20年，它发动机是不是得生锈吧？你搞不好上路它都得漏油。这个年纪本来最大的魅力就不是比年轻好看了，你非得整的外面锃光瓦亮，那咋地？别人不开车吗？这一开车质量好坏还不清楚吗？这顿输出给这姑娘气够呛说我物化她，我是真没那意思呀。你这择偶要求那不就是大白天做白日梦吗？真的别怨我说话不好听实话就这样，你得分得清楚现实情况。我个人用的99新的一手奔驰，我半年我就算再怎么造出2000公里来，你觉得我可能1万块钱包过户给你吗？现在你是离异而且大龄，你都熟透了，你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你压根就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好。接着呢，这姑娘就拿出她的好多照片给我看，那意思就是证明自己的颜值哎呀，这世上80%的相亲女人都觉得自己颜值中上，那剩下20%里面还有一半觉得那自己是美若天仙呀。那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人会舍得对你说大实话的。我妈还天天夸我长得比嫦娥都美嘞，这话你要听心里，哎呀，我都觉得那思聪见了我都心动你这不是扯犊子吗？反正我劝这姑娘那放低要求，找个离婚的有稳定工作人品好的。结果让这姑娘给我一顿怼我，说我故意是用她消化我这边的光棍资源。哎呀，我的妈呀，
我这边的光棍你还真不一定能配得上啊，您快出门啊，往右转，我这边不伺候了。有些人你找对象啊，总说自己不想将就，不想妥协，你得先搞清楚你到底是向社会妥协还是向你自己妥协，别两眼跟了抹了猪油似的啊，看不清。来找对象要车要房要100万的年薪，还要几年收入的彩礼，那是男人傻还是你傻，还是我这池子里的王八傻啊？看门没看住呢，老是不自量力呢，点钱都不知道怎么嘚瑟了你。有一位男士啊，29岁，相亲认识了一个31岁的姑娘。虽然姑娘年龄大点啊，但是也算是盘量调顺，看着很好。这男士又特别有自信啊，哎呀，自己年轻又帅气嘛，条件还不错，985的硕士研究生啊。这姑娘才是一个普通本科，他就想着这1个月啊没问题，肯定能拿下。于是呀，是早请安晚问候的，天天就差追这个屁股后面去了。哎呀，一到周末就约出来，那显得是老积极了啊。可这姑娘呢，就是不温不火，你不约她，她不出来；你不发信息问她，她是不带回复的。哎呀，一问吃什么，随便去约会吧，看时间，给她送点东西啊，还得看她脸色。哎呀，这1个月呀，这舔狗当的是直接没了尊严了。这姑娘呢，就有个闺蜜啊，28岁，这个男士啊工作不顺，她就主动关心。帮男士是出谋划策追他朋友啊，没事呢就请这个男士出来吃饭，主动嘘寒问暖，节假日呢还主动发红包送礼物去慰问这个男士。哎呀，这男士就追这个姑娘1个月之后啊，突然是招呼都没打呀就拉黑了她，转身就跟她闺蜜好了，把这个姑娘气的啊，这姑娘知道之后就骂这闺蜜啊是第三者绿茶，明知道这男士在追她，还主动去勾引这个男士，不爽要去找我告状。说自己其实也是喜欢男士的，但是就觉得呀，这男士啊才追了1个月啊，还不够努力，应该再追几个月，他才能同意。听完我是真的无语啊，让我直接给怼了回去。你这不是该吗？这不是作的吗？哪个男人不喜欢愿意主动关心自己、照顾自己、对自己好的、认可他的女人？被别人挖墙脚，那也是你自己作腾的。为什么很多男人都吃绿茶这一套啊？绿茶的优势不是在于说长得漂亮、身材有多好，它的优点在于啊，它不像某些相亲的女孩子一样高冷。他会去主动啊对男人好，耍些小心机，对吧？对男人去投怀送抱，时不时的鼓励啊、赞美、吹捧、安抚这个男人。那男人的核心情感需求就是这些啊，那被鼓励、被崇拜、被认可、被理解，这些绿茶都做得会很好。抛开他们的道德素质，要是你的话，你会不喜欢那些能理解你、对你好的人吗？你会去喜欢那些整天端着啥也不付出，还指望着别人去主动去追去舔的女人吗？相亲市场有时候确实是太现实太冷漠了，很多女人总是去给男人很多的压力啊，认为男人就是要追我的，欠你的吗？这聪明的女人从来都是主动出击的，会撒娇认可男人，主动去关心问候，说话也是轻言细语啊，这个温柔软糯，哪个男人不喜欢？被挖了墙角就说人家是绿茶，你得反思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这个年龄还一直被剩下？记住啊，不是绿茶太优秀，而是啊对方呀是衬托的太好了。好多的相亲女啊，理所应当的去享受对方对她的好，也从来不夸奖这个男人，就一副啊你跟我相亲你就应该追我这样的高冷态度。礼物呢买的不好，嫌弃廉价；红包发的小呢又嫌弃太抠，很少去表达赞美和欣赏对方，不懂得给男人提供情绪价值，看到的只有对方的缺点和不足。我呢也不是在夸奖绿茶，而是你需要从问题看到本质。当然呢可以指责绿茶挖墙脚不顾及道德，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学会从绿茶的经验当中去提升自己。正所谓呀，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要把绿茶的技巧学以致用。当你们的感情很好的时候，你觉得绿茶它可能会有机可乘吗？男人呢也是有脆弱的一面啊，不要总是因为这个性别偏见误以为男人就不需要关心和鼓励。绿茶呢正是拿捏了男人这一点啊，才能够趁虚而入。人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拒绝不了别人对你好，你也拒绝不了别人对你温柔的，温柔是很有杀伤力的。这种包容和理解，就从这点上面来说的话，你别说男人了，我一个女人我都会很吃绿茶这一套的。